莉莉丝低声汇报，魔王军已经全部集结完毕，诺克大人，该您出面了。诺克应了一声，终于要和人类全面开战了吗？这一天还是来了。走出营帐的那一刻，整片大地都在等待他的号令。魔王陛下，全军出发！看看这阵仗，泽拉、露娜、赫尔加、阿泽利亚、莉安娜、伊莎贝尔，诺克手下的精锐全员到齐，这摆明了是要动真格的。莉莉丝笑着报出了敌情，那帮口口声声要消灭我们的人类，满打满算也就1万人，可咱们魔王军有多少？整整50万，50比1的差距，这哪里是打仗，根本就是单方面的碾压。赫尔加现在信心爆棚，觉得这场仗咱们稳赢了。诺克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忍不住感叹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谁能想到呢？现在的魔王，以前在老家日本的时候，只是个天天被霸凌的倒霉蛋，甚至还因为一场意外，稀里糊涂的丢了命。本以为转生到异世界就能开启开挂人生，结果因为这副魔族的皮囊，他还是逃不掉被欺负的命运，走到哪都被人踩在脚下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终于有个人向他伸出了手。那个在绝望中拉他一把的人，就是莉莉丝。在他的引导下，诺克体内的魔力彻底觉醒，一步步爬到了魔族的顶点，成了统领50万大军的魔王。诺克、雷克斯、特内布里斯。莉莉丝看他半天没说话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魔王陛下，您是有什么心事吗？”诺克回过神来，看着身边这些不离不弃的同伴，心里只有愧疚。这些年让你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罪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既然已经站在了最高处，他就绝不会让任何人再动他的部下一下。诺克看着眼前的同伴们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不过还得请你们再陪我走一段路。”泽拉他们没有半点犹豫，全员集结在魔王身后。这一刻，他们已经等了太久了。诺克带头走向战场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彻底击溃人类，给魔族换回真正的自由。话音刚落，杀戮已经开始了。人类的防线在魔王军面前，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。诺克站在山岩最高处，俯瞰着下方的战场，莉莉丝就守在他身后。现在是时候让全世界看看魔族真正的力量了。他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，把这些人类通通踩在脚下。魔族大军像潮水一样，瞬间冲散了人类的阵型，魔法和利刃在空中交织，到处都是溃败的士兵。面对这种压倒性的战力，人类引以为傲的防线根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这场单方面的屠杀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？人类这边也没打算坐以待毙，眼看魔王军已经杀到了跟前，营地里乱成了一团。指挥官急得大喊：“到底准备好没有？”负责启动装置的少年死死盯着手里的能量，再快一点，就差最后那么一点了。随着倒计时归零，一股强烈的蓝光瞬间炸开，成了！巨大的晶体屏障拔地而起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防御墙，而是专门针对魔族的杀手锏——魔力抑制器。看来诺克想要拿下这一仗，没那么简单了。蓝色的光幕瞬间覆盖了战场，诺克很快就发现不对劲，原本冲锋的魔族大军竟然全都像断了电一样，原地停下，动弹不得。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，一股狂暴的能量直接在他脚下炸开，诺克整个人被蓝光吞没。这股力量强得离谱，他忍不住质问：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身后的同伴们也彻底慌了，体内的魔力竟然正在被疯狂抽走。魔力一旦被掏空，他们连站稳都费劲，更别说继续战斗了。人类这一招简直是要把魔王军连根拔起。看到魔王军全线停滞，侦察兵兴奋地汇报：成了，魔王的大军动不了了。指挥官冷笑一声，这都在计划之中。他看着远处虚弱的诺克，没了魔力，你们这些魔族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紧接着，人类方下达了第2阶段指令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封印小队立刻准备传送。随着巨大的传送阵亮起，一群穿着蓝袍的法师凭空出现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杀招。带头的法师大喊着：“受死吧，魔族！”这阵仗确实不小。诺克被困在能量中心，居然还能笑得出来。他夸奖对方趁火打劫这招玩得挺花，但他可不是好惹的。紫色的魔力瞬间爆发，想靠这点小手段就压制我，你们也太小看魔王了。可就在准备硬碰硬的时候，诺克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那把发光的长剑散发出的气息完全不一样。他赶紧大喊：“快撤！”可惜已经晚了。人类指挥官露出一丝冷笑：“太迟了。”封印装置彻底启动，强大的能量直接锁定了魔王军。诺克拼尽全力大喊，让所有人立刻撤退。但蓝光瞬间炸开，速度快到根本躲不掉，这股力量简直要把空间都撕碎了。眨眼之间，整支魔族大军全都被冻成了冰晶。诺克看着眼前的惨状，心里凉了大半截。人类这次是真的下了死手，不仅抽干了所有人的魔力，甚至连他都要被彻底封印在这了。诺克这次真的失算了，他太轻视这些对手了，结果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。眼看着莉莉丝被冰晶吞没，诺克却根本够不到他的手，他满心都是自责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大，事情绝不会变成这样。可莉莉丝却在笑，她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，能陪在诺克大人身边，这段时光已经足够幸福了。随着冰晶彻底合拢，莉莉丝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。诺克发出了最后的嘶吼，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诺克不甘心地咒骂着，可蓝色的冰晶已经爬满了全身，这种被封印的感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，全都是因为他的自大。如果当初能再谨慎一点，魔王军也不至于全军覆没。可惜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。随着最后一道寒光闪过，诺克也被彻底冻在了冰块里。
人类士兵兴奋的大喊，终于把魔王军的高层全封印了。人类军队发起了最后的总攻，他们叫嚣着要彻底铲除魔族。在胜利者的狂热之下，魔王军被彻底赶出了历史舞台。随着魔王军的战败，人类迎来了整整3000年的繁荣，阳光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人们早就忘记了战争的滋味，大家都以为和平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在那片被遗忘的阴影里，被封印了3000年的力量，似乎正在悄悄苏醒。平静的日子恐怕要到头了。3000年的封印终于裂开了，伴随着冰晶破碎的声音，诺克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。可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无比陌生，这是哪？封印竟然真的解开了吗？诺克还没从混乱中清醒过来，他下意识地寻找同伴的身影，可四周除了冰冷的岩石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大家都不在了吗？就在诺克陷入沉默的时候，莉莉丝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诺克大人。”虽然终于重逢了，但莉莉丝的表情却并不轻松。看来这3000年的时间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露娜和赫尔家也苏醒了，看到诺克平安无事，他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诺克让他们留在原地休息，自己打算独自去外面打探情况。露娜一听就急了，这种事怎么能让大人亲自动手？他们虽然还没完全恢复，但跑个腿还是没问题的。莉莉丝也想开口劝阻，可诺克根本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，这是魔王的命令。诺克放轻了语气，他不想让还没恢复的同伴们勉强自己。面对这种温柔的命令，莉莉丝他们只能乖乖听话，目送着他独自走向山洞深处。没走多远，诺克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。山洞里竟然全是密密麻麻的魔力水晶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些能量的波动，才让尘封3000年的封印彻底崩坏？带着满脑子的疑问，诺克终于走出了阴暗的山洞。可当他站在悬崖边往下看时，整个人却定在了原地。曾经荒凉的战场，现在竟然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。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？诺克还没走多远，就发现了人类的踪迹。可这些人的打扮和武器，跟他记忆里完全对不上号。3000年的时间，竟然让文明进化到了这种地步。诺克躲在暗处观察，发现这些人类正对着山洞疯狂开火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能让他们表现得如此拼命？还没等诺克看清，一只巨大的血色眼球猛地从黑暗中钻了出来。这种怪物，诺克竟然闻所未闻，那他们绝对不可能是魔族的部下。在他被封印的这3000年里，这个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曾经珍贵的魔力水晶，现在竟然被随手装在武器上。诺克看着远处那些奇怪的士兵，他们的战斗方式完全超出了认知。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解决掉怪物后，那两人正径直朝这边走来，是该直接现身，还是先躲起来静观其变？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混进去。诺克直接用魔法变出一套一模一样的制服，顺便戴上面具掩盖身份。面对士兵的质疑，他立刻装出一副弱小的样子，谎称自己跟大部队走散了，问能不能暂时跟着他们。这种时候演得越卑微就越安全，只要能成功混进队伍，想弄清楚这个时代的秘密就不难了。想蒙混过关可没那么容易，对方开口就要查猎人证，还盯着他的面具问个不停。猎人，地下城，看来这个时代的规则已经全变了。这些士兵就是专门清理怪物的职业。为了不露馅，诺克赶紧编了个掉进河里的惨痛经历，说证件不小心弄丢了，戴面具也是为了遮住旧伤。可看着对方那副沉默的样子，他心里突然有点发虚。坏了，话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看来这两个家伙根本没安好心，他们私下里已经商量好了，要把诺克当成随时可以丢弃的挡箭牌。跟着他们走进阴暗的山洞，这两个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阴险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。谁能想到山洞深处竟然关着几个亚人少女？看他们那副绝望的样子，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念头。这些所谓的猎人背地里干的竟然是这种肮脏的勾当。看着这些被关押的亚人，诺克心里全是问号。凭他们的天赋，只要动用魔法逃出去根本不是难事。他凑过去低声问那个女孩，为什么不试着逃跑？用魔法的话，这几个人根本拦不住你吧？可女孩一脸茫然的反问，魔法那是什么？诺克这才意识到，这个时代的魔法知识竟然彻底失传了，难怪他们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身后的士兵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喂，新来的，你在那磨蹭什么呢？这两个家伙越说越离谱，竟然把这些女孩当成随手丢弃的玩物，还大言不惭的想把她们分给诺克。诺克只是沉默的看着，可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，那个胡儿女孩却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。显然他把诺克也当成了那帮人的同伙。还没等他解释，洞穴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异次元生物出现了。这帮家伙本想大干一场，结果出来的怪物竟然是白银级的。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士兵一下子就全慌了神，带头的那个一边往后缩，一边疯狂大喊着让诱饵顶上去。他们动作粗鲁的把胡儿女孩推向前方，觉得带他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在这些自私的混蛋眼里，亚人的命根本就不算命，只是用来挡刀的工具而已。眼看怪物的攻击就要落下，女孩已经彻底陷入了绝境。就在怪物落下的那一刻，诺克直接单手接住了攻击。他虽然还没搞清楚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，但有一件事他看得很明白，那些所谓的同伴正忙着丢下弱小逃命。这种自私和卑劣跟以前那些贪婪的人类一模一样。既然你们把亚人当成消耗品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客气了。对付这种货色，根本不需要动用魔法。诺克根本没打算浪费时间，他随手一扯，那只让士兵们吓破胆的怪物就像纸糊的一样
被撕成了碎片。这种纯粹的力量压制，让旁边的女孩们全都看傻了。她们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能这样轻描淡写的解决白银级。诺克甩了甩手上的残余能量，发现还有一只怪物趁乱溜了，而那个方向正是那群逃兵离开的路。远处传来了那群逃兵的惨叫，诺克却连头都没回一下。刚才还拿别人当挡箭牌的混蛋，现在终于自食其果了。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死里逃生的女孩忍不住开口问他，为什么要救一个被人类嫌弃的亚人？诺克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，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答案：救你并不是因为怜悯，而是因为我才是要统治一切的魔王。他向这些受尽欺凌的亚人发出了邀请，如果你们还想找回魔族的尊严，想要重新挺起腰杆活下去，那就跟在我身后。交代完洞穴里发生的事，诺克带着莉莉丝和同伴们离开了那个鬼地方。本以为只是路过，没想到露娜他们带路，竟然找到了一个让人怀念的地方。看着眼前这片荒凉的废墟，亚人女孩忍不住开口问：“这是哪？”诺克淡淡的回答：“这里曾经是魔王城，是他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大本营，但现在只剩下一堆烂石头了。”莉莉丝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看来他们被封印的这段时间，外面的世界早就变天了。诺克心里很清楚，虽然老家没了，但魔族被人类欺压的现状一点没变。莉莉丝一听就坐不住了，嚷嚷着要立刻宣布魔王复活，直接跟人类全面开战。旁边的露娜却觉得宣战太麻烦，提议干脆把人类全杀光得了。诺克赶紧拦住这群暴力狂，以前吃过的亏绝对不能再吃第二次，这次他打算稳扎稳打。既然附近有人类的城镇，那就先带路过去看看情况再说。莉莉丝虽然平时看着挺凶，但在诺克面前倒是听话的很。既然老大发了话，那就先按他的意思办。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人类城市罗特斯加尔，这里看起来还挺繁华。在当地的猎人工会分部里，分部长法尔加斯正美滋滋地喝着小酒，盯着眼前那块巨大的水晶显摆。这可是他在拍卖会上搞到的宝贝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，这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了。法尔加斯正喝得起劲，发现酒瓶空了，立马骂骂咧咧的让人赶紧换一瓶。送酒过来的是个被锁链拴着的精灵少女，她显然连站都站不稳，放的酒瓶搞得整张桌子都在晃。法尔加斯这脾气哪受得了这个，还没等他发火，酒瓶就直接倒了，红酒洒了，少女满头满脸。看着这狼狈的样子，法尔加斯不仅没心疼，反而露出了那种让人发毛的笑，说他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看来得好好修理一下才行。法尔加斯正打算对精灵少女下狠手，拽着头发就想把人拖走，结果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嘲讽他这爱好还真是够特别的。诺克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他面前，甚至直接宣布，从现在开始他才是这儿的老大。看着诺克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，法尔加斯只觉得这小子是疯了，骂骂咧咧的就要叫守卫把人轰出去。但他显然还没意识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在莉莉丝的精神支配面前，那些守卫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瞬间全成了听话的傀儡。法尔加斯这下是彻底慌了，哆哆嗦嗦地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诺克也没打算瞒着，直接亮出了魔族的身份，这可是传说中高傲的黑暗种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折磨别人，诺克一把按住他的脑袋，要让他亲身体会一下那些被他欺负的人到底有多疼。法尔加斯这下彻底没戏了，在莉莉丝的精神支配下，他只能像个坏掉的木偶一样，在那儿不停地哀嚎。莉莉丝觉得对付这种小角色根本用不着诺克大人亲自出马，但诺克倒觉得无所谓，正好可以让他练练手。不过这次来工会还真没白跑，诺克在屋里发现了个宝贝，竟然是当初封印他们的那种晶体。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光有这一块晶体还不够，想要彻底解开封印，还得弄到更多的魔晶石才行。诺克直接把工会分部交给了莉莉丝，让她在暗地里搜集情报，千万别惊动镇上的普通人。至于他自己，既然手里已经有了工会这块招牌，那就干脆把猎人的戏码演到底，亲自去把剩下的晶体全找回来。这下好戏才算真正开始了。诺克来到了城外的传送门，他现在这副猎人的打扮简直就是最好的伪装，连守卫都没看出任何破绽，还以为他是哪儿冒出来的新人。守卫们压根没把这当回事，觉得这传送门规模不大，正好适合给新人练练手，语气里全是漫不经心。他们哪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，身体里到底藏着多么恐怖的力量？而这个所谓的训练场，即将变成诺克找回力量的起点。这地方到处都是异次元怪兽，还有数不清的魔晶石。在诺克生活的那个年代，可从来没见过这种鬼地方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那就先按计划行事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搜集情报，顺便把那些魔晶石全搞到手。最关键的是，得赶紧找到那些被封印的军团长，把他们从晶体里救出来。只有等老部下们全部归位，真正的复仇之战才算正式打响。看来这片看似平静的大陆，马上就要变天了。森林里弥漫着危险的气息，地上的守卫早就没了动静。显然这帮家伙下手极其狠辣，根本没打算留下任何活口。这群白袍人行动非常迅速，他们抬着担架，正准备穿过那道诡异的传送门。担架上的年轻人被魔力死死锁住，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看这架势，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而且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为了带走这个年轻人。诺克随手解决掉眼前的怪物，对他来说简直像在割草，全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杂鱼。忙活半天，连颗像样的魔晶都没有，难道是选错地方了？根据猎人工会的情报，这里本该有更好的收获才对。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，猎人的权限被死死限制住。诺克
为了不引起怀疑，特意让分部部长弄了张假证。他把等级设定成了最低的 F 级，本想低调行事，谁知道这扮猪吃虎的代价就是只能在低级区浪费时间。就当是过来练练手了，反正这些杂鱼也造不成威胁。这种传送门已经在世上出现了100年，虽然他们随时会扩张吞噬城市，但里面产出的魔晶却是现代社会的命脉。说白了，猎人就是一群拿命换钱的苦力，一边清理怪物，一边为这个世界挖掘能源。诺克现在做的正是这种危险又枯燥的工作。忙活了半天，诺克总算攒够了魔晶，正打算收工回家，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动静。这地方除了猎人，怎么还会有人成群结队的出没？看这身鬼鬼祟祟的打扮，绝对不是来干正经事的。诺克立刻改了主意，他倒要看看这群家伙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诺克一路跟到了地宫深处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下了脚步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聚会，而是一场丧心病狂的邪教仪式。祭坛上躺着昏迷的祭品，那个领头的金发疯子正张开双臂念动禁忌的咒语，想要召唤出异世界的怪物。随着那诡异的呼唤，尘封已久的大门缓缓开启。这群家伙竟然想把地狱带到人间。大门里冲出的紫色触手一下就把那个金发疯子给拽了过去。诺克本以为他会被当场吃掉，可接下来的变化却完全超出了常理。怪物根本不是在进食，而是把那家伙当成了魔力媒介，正在强行进行融合。这种禁忌的合体到底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？这群疯子居然真的成功了！那个金发男已经彻底沦为怪物的容器，成了他们口中所谓的门之主。底下的信徒正陷入癫狂，他们迫不及待地献上祭品，想要让这怪物通过吞噬变得更强。眼看那紫色的触手就要发力，一直昏迷的女孩竟然在这一刻醒了过来。眼看女孩就要被触手彻底吞没，诺克终于出手了，他直接从暗处杀了出来。几道紫光闪过，那些恶心的触手瞬间断成几截。这群疯子显然没料到，竟然会有猎人敢单枪匹马闯进来，场面一下子乱了套。诺克看着手心跳动的魔力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冷静。看来这下他已经看穿了这群人的底牌。面对邪教徒的质问，诺克根本没把这所谓的仪式放在眼里。他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：这些到处害人的门，是不是这群家伙搞出来的？对方倒是承认的挺痛快，还自称是什么迷宫教团，甚至开始宣扬那套改造世界的疯话。诺克直接冷笑着打断了对方。在他看来，这群疯子竟敢在他要统治的世界里散布这种恶心的脏东西，简直是活腻了。刚才还在放狠话，结果下一秒，诺克竟然直接被那些触手贯穿了。这怪物的速度快得离谱，根本没打算给他留活路。看着到在血泊里的诺克，那个金发男一脸不屑。在他眼里，这个所谓的猎人根本算不上威胁，顶多是让祭坛多了一份祭品。可就在这群疯子以为大局已定时，空气里怎么突然传出了一声冷哼？原来诺克根本没打算认输，他趴在血泊里，竟然还在冷静地分析战况。看来人类级别的魔力确实挡不住刚才那一击。既然试探已经结束，他也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。地上的鲜血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开始疯狂地躁动起来。随着诺克的一声低语，这片空间瞬间被红黑色的魔力吞没。这股气息比刚才的怪物还要恐怖100倍。那些邪教徒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股力量震得连连后退。诺克这回是彻底认真了，他冷冷地看着这群疯子，直接宣判了他们的死刑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金发男，现在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招惹的竟然是个怪物。诺克根本没打算给他们求饶的机会，随手一挥，漫天大火瞬间爆发。那些恶心的触手在烈焰中眨眼间就化成了灰烬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成了笑话。对待这群疯子，诺克觉得火刑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他直接发动了第6阶火魔法，这招绝对炼狱一出，整片空间瞬间变成了活生生的地狱。那些邪教徒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眨眼间就被烧成了灰烬。诺克表现得异常冷静，就像刚才那场毁灭性的打击，只是随手处理了一堆垃圾。他完全没把这些惨叫放在心上，甚至还有闲心检查战利品。诺克可不是什么大善人，救人只是顺手，打听情报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他根本没打算征求对方的意见，笑眯眯地发出了邀请。还没等这姑娘反应过来，他就直接把人横抱了起来。虽然这动作看着确实像绑架，但诺克显然一点都不在乎，毕竟在这片废墟里，他才是规矩的制定者。身为魔王，诺克手里握着好几种底牌，但最让对手绝望的还是那个叫能力共享的招数。只要是手下拥有的魔法，他全都能直接拿来用。尤其是那7位军团长的绝活，现在全成了他一个人的武器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麻烦，诺克打算尽快把这几位军团长从封印的晶石里放出来，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力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得先处理一下手头的工具，也就是这个被抓回来的小姑娘丽卡。在魔王城的废墟里，诺克只是随口打了个招呼，就把丽卡吓得当场尖叫。看来这审讯还没开始，对方就已经彻底崩溃了。诺克现在也很头疼，他明明救了这些人的命，本想从他们嘴里套点情报，结果这帮人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全，根本没法正常沟通。莉莉丝可没这么好脾气，既然问不出东西，不如直接把这些白眼狼全处理掉，吓得丽卡拼命求饶。就在这时候，伊莎贝尔站了出来，她觉得就这么杀了实在太可惜，毕竟在蜘蛛女王眼里，任何猎物都有被榨干价值的余地。原来伊莎贝尔之前一直被封印在水晶里，直到现在才算彻底自由。诺克刚确认完她的身体状况，这位蜘蛛女王就露出了本性，
他盯着旁边那个吓坏的小姑娘，主动请缨要接手审讯，还说自己很久没玩折磨人的游戏了，想把这猎物带回去慢慢享用。诺克却直接叫停了他的念头，这种杀鸡取卵的事他可不干。伊莎贝尔的本事得留在更关键的地方，既然老大发了话，伊莎贝尔也只能收起爪子，乖乖听命。伊莎贝尔这边刚收到消息，是远在别处的泽拉传回来的，靠着这种特殊的蛛丝魔法，他们能跨越超远距离进行联络。原来泽拉已经锁定了下一块封印晶石的具体位置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意味着又有一位同伴要回归了。莉莉丝提议立刻动身，毕竟这种事越快越好。可诺克却在这个时候突然伸手拦住了大家，看他的样子，这次似乎并不打算按常理出牌。诺克这回打算玩点不一样的，他带上赫尔加，几个人伪装成普通的猎人小队，大摇大摆地混进了人类城市。被抓来的丽卡一路上都在抱怨，觉得自己被卷进这种事简直倒霉。可诺克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只是冷冷地命令他老实带路。丽卡这时才发现脖子上多了个项圈，还傻乎乎地问这是什么。诺克头也不回地告诉他，这只是个方便控制他的魔法道具。诺克接下来的话直接让这姑娘彻底死心了。他说只要敢逃跑或者泄露身份，脖子上的项圈就会立刻爆炸。这哪是什么魔法道具，分明就是个随时能要命的定时炸弹。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，他除了乖乖听话根本没别的选择。旁边的赫尔加岛是挺乐观，还反过来安慰这个倒霉蛋，说只要老老实实办事。诺克大人其实是个很仁慈的人，这话听着可真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赫尔加一路上叽叽喳喳的，这让原本满心防备的丽卡心里竟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觉得这小魔族其实还挺好相处。就在这时，诺克停下了脚步，他们已经来到了目的地，也就是这座娱乐之城的中心。巨大的竞技场就在眼前。诺克语气平淡地表示，晶石的主人就在这里面。诺克的情报网果然厉害，露娜很快就传回了关键消息，拿着晶石的目标是个叫西德的猎人，而且在这座城市里还挺有名气。既然目标就在竞技场，那找起来可就容易多了。诺克一边下令继续搜寻其他晶石，一边带人直接赶往了现场。此时的竞技场里正热闹非凡，谁也没意识到一个危险的家伙已经盯上了这里。诺克坐在看台上，随口问起那个叫西德的猎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旁边的丽卡赶紧解释，他说西德可是传说中的 SSS 级猎人。诺克听完有点纳闷，毕竟公认的最高等级也就是 S 级，怎么还冒出个 SSS 级？丽卡无奈地表示，那是因为西德的实力实在太离谱，大家才私下给了他这么个称号。诺克听完嘴角微微上扬，看来这次是真遇到硬茬了。竞技场的重头戏终于来了，全场观众都在疯狂欢呼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最强猎人西德的个人秀，他要当众表演，独自斩杀100只异次元怪兽。看着眼前这群密密麻麻的怪物，西德直接拎起重剑冲了上去。对他来说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死决斗，而是一场纯粹的杀戮表演。西德这身手确实没得说，那群怪兽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。诺克显然认可了这个对手，正好解说员在这时候放出了狠话，说谁要是能打赢西德，就能让他实现一个愿望。这不就是瞌睡送枕头吗？诺克正愁没理由动手，机会这就来了。既然打赢了就能实现愿望，诺克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看着台下不可一世的西德，直接翻身下场。既然没人赶上，那就让他来陪这位最强猎人玩玩。西德看着眼前这个生面孔，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。诺克也没打算暴露身份，随口编了个假名叫作业。西德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觉得这小子就是个不知死活的新人，甚至还想教教他什么叫勇气，什么是鲁莽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。面对西德的嘲讽，诺克反而笑得更灿烂了。他说自己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既然这位 SSS 级前辈这么有兴致，那就请他当场指教一下吧。竞技场的气氛已经拉满了，西德作为这里的常胜将军，显然没把眼前的对手当回事。他调侃说，平时来这的都是要签名的，像诺克这种敢正面挑战的，确实好久没见到了。诺克表现的倒是挺客气，但这并没有让西德收敛傲气，他直接甩出一把重剑，让诺克拿上武器，赶紧开始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两人瞬间撞在一起。可就在兵刃相接的一刻，诺克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西德手里的这把剑竟然掺杂了高浓度的魔晶，看来这位冠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玩公平竞争。西德手里的魔晶剑能把魔力瞬间增幅数倍，他觉得胜负已定，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。这一记重击威力惊人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席卷全场，连旁观的人都吓坏了，以为诺克这下肯定彻底完了。可谁能想到，诺克不仅毫发无伤，甚至还露出了那种兴奋的表情，这哪是在生死决斗，他分明是在享受这种压力。场外的丽卡都快急疯了，可赫尔加岛是一脸淡定，还在那悠闲地吃着零食。在他眼里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对诺克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。西德看着满地的烟尘，甚至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出手太重，直接把对手给解决掉了。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烟雾里就传来了诺克的声音，他不仅一点事没有，手里的断剑竟然还散发出诡异的黑气。西德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明明记得刚才已经毁掉了那把剑，怎么现在这股力量反而更恐怖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诺克已经化作一道残影冲了过来。看来真正的反击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诺克这一剑
威力大的惊人，竟然直接在西德的魔晶剑上砍出了一道清晰的裂痕。西德这下心里彻底没底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神兵利器，在诺克面前竟然这么脆弱。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西德要输掉比赛的时候，他却突然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甚至还夸奖诺克强得离谱。紧接着，他干脆扔掉了巨剑。西德这演技确实没得说，明明输了比赛，还要装出一副前辈的样子，主动邀请诺克去家里参加宴会，甚至还问他想要什么奖励。场外的观众都被他骗了，觉得这位冠军真是大度得离谱。可诺克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家伙分明是怕丢人，故意演了一出惜败的戏码，好让自己输得体面一点。不过诺克也没打算拆穿，既然对方想玩这种虚伪的游戏，那就干脆陪他演到底，反正这对他接下来的计划反而更有利。两人表面上握手言和，看起来像是英雄惜英雄，可谁能想到这顿饭背后藏着的全是见不得人的算计。诺克带着同伴来到了西德的豪宅，这地方确实修得够气派，连旁边的丽卡都忍不住感叹。管家把他们带进大厅后，只丢下一句让他们稍等，就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。看着这扇缓缓关上的大门，总觉得西德这家伙没安是吗？好心说是来吃席，结果连个菜叶子都没看见。诺克立刻意识到这地方安静的有点过头了。西德站在2楼，居高临下，连装都懒得再装一下，随手启动了脚下的机关，打算把他们彻底清理掉。在他眼里，没利用价值的人根本没有活着的必要。这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，眼看丽卡就要摔进深渊，诺克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反手就稳住了局势。这种小场面对他来说还真算不上什么危险。靠着影子的力量，诺克带着同伴稳稳落地，可还没等站稳脚跟，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就扑面而来。他环顾四周，终于明白了西德那句宴会的含义。这地方确实是宴会厅，只不过菜单上的主菜是人类，而西德请来的那些贵宾全是躲在阴影里的怪物。看着黑暗中蠕动的巨大触手，这顿饭恐怕是要拿命来吃了。市长迫不及待地打听那个猎人的下落。西德靠在椅子上，语气里全是胜券在握的得意，说那家伙现在估计早成了怪物的典型。两人心照不宣地把这事定性为意外，甚至还假惺惺地在那互相感慨。就在他们笑得最狂妄的时候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在房间里响起，说他全都明白了，这下轮到这两个阴谋家笑不出来了。市长还在那虚张声势地喊着是谁，下一秒整面墙就被直接轰成了碎片。诺克就这么带着人大摇大摆地从火光里走了出来。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西德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利索了，满脑子都在想那些怪物去哪了。诺克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聊家常，说如果你是指那些没礼貌的看门狗，那他们已经没机会再开口了。这下该轮到谁来当这个典型了？看着满地被切成碎块的怪物，诺克随口补了一刀，说这些垃圾已经全被清理干净了。他转头示意身边的丽卡站出来，让他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丽卡直接亮出了最后的底牌，他说私自饲养怪物害人，这在国际猎人法里可是重罪。这下不光是打架打输了，连法律这道坎西德也别想跨过去了。丽卡的话像审判一样砸了下来，不仅要吊销他们的猎人执照，还要把市长勾结的事一并上报工会。这下是彻底要把两人的后路给断了。西德眼看硬的不行，赶紧开口叫住了诺克。他换上一副讨好的嘴脸，问诺克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拿手里的秘密来换命了。西德为了保命，恨不得把家底都掏出来求饶。诺克道也不客气，直接点名要他手里那块大水晶。这家伙还以为花钱就能消灾，忙不迭的答应下来，还想让诺克对怪物的事守口如瓶。结果诺克反手就是一个反问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拿了东西就会放过你？西德这下彻底没戏了。诺克终于站在了这块水晶面前，这可不是什么值钱的战利品，而是救出他同族的唯一钥匙。看着水晶里流转的光芒，诺克甚至顾不上平时的伪装，直接说出了心底的秘密。为了这一刻，他已经等了太久。市长现在这副样子，显然是被吓破了胆。诺克却一脸淡定，甚至还觉得他吵得要命。原来刚才那家伙临走前竟然打开了另一个异次元怪兽的笼子，要是这些怪物全都冲出来，整座城市都要跟着陪葬。看着门口那蠕动的紫色触手，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，丽卡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，诺克却表现得异常冷漠。这满城人的死活他根本不在乎，但要是见死不救，自己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。他随口问了一句怪物的底细，市长趴在地上说那可是上千只银级怪兽，这规模足以把城市夷为平地。可诺克听完只是冷笑一声，既然只有这点水平，那我们两个人去应该就绰绰有余了。刚才说的那些怪物已经彻底杀进城了，原本安静的街道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普通人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刺穿，或者被这些怪物拖进黑暗。看这个倒霉的女人，她已经被这只巨大的独眼盯上了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触手卷到了半空。要是再没人来救场，这满城的人恐怕一个都活不下来。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这致命的一击直接把怪物轰成了碎片。那个女人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整个人完全没反应过来。在这满是怪物的地狱里，到底是谁有这种瞬间清场的本事？赫尔加嘴上喊着不妙，口气倒是不小，说着太久没练有点手生，手里的火光可是一点没留情。紧接着诺克也杀到了，他这速度快到离谱，只是一次简单的冲刺，那只怪物就被当场大卸八块。不过最离谱的是，诺克手里的武器竟然直接碎了，
看来这种普通货色根本承受不住他这种级别的力量。既然普通货色不经折腾，诺克干脆换上了这把紫色能量刃，果然还是这种高级货更顺手。看着眼前这群不知死活的怪物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。既然这些东西杀不完，那就干脆全部清理掉。旁边的赫尔加也已经准备就绪，手里的火焰烧得正旺。既然这些怪物想玩，那就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猎人。这场单方面的屠杀现在正式开始。死里逃生的人们还没回过神，都在打听刚才救命的恩人。有人见到了戴面具的黑衣猎人，也有人说是拿长枪的小女孩。这小姑娘到底什么来头？还没等大家想明白，诺克已经再次杀入敌阵。眼前的怪物根本不是对手，看着这群不知死活的脏东西，他只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滚开！漫天烈焰瞬间席卷战场，赫尔加出招可真够狠的，6阶魔法直接把怪物烧成了灰，这破坏力简直不讲道理。等硝烟散去，两人竟然像在菜市场聊天一样，随口对起了账单。你杀了多少？大概400个吧，我也差不多，剩下的200个全都是人类了。诺克盯着远方，低声念叨着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让人发毛的冷意。赫尔加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赶紧追问他怎么了。诺克突然开始翻旧账，说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为了拉他入伙，还专门比赛谁杀的怪物多。那时候的赫尔加可比现在狂多了，甚至还给自己起过一个活了1000年的孤独龙王，这种让人脚趾抠地的中2外号。眼看黑历史被当众揭穿，赫尔加羞得当场暴走，恨不得让诺克立刻失忆，把那些丢人的日子彻底埋了。旁边的丽卡看得满心欢喜，觉得有这2个强援在，这次危机肯定能平安度过。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就从背后传来：人类女人。丽卡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赶紧向眼前的莉莉丝打招呼。莉莉丝说是奉了诺克的命令来取回存放在郊外别墅的水晶，她并没有急着出发，反而一步步逼近，语气里透着让人脊背发凉的寒意。记住，你能活到现在全是因为诺克。他甚至直接贴在丽卡耳边发出了最后的通牒，要是敢对诺克动什么歪心思，或者想勾引他的话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面对这种级别的病娇威胁，丽卡除了拼命点头，一个字都不敢多说。看来在诺克身边办事，不仅要防着怪物，还得防着这位随时会暴走的魔族女王。莉莉丝总算动身去办正事了。丽卡看着她的背影直发毛，觉得这魔族女人实在太吓人。诺克倒是觉得只有温柔的莉莉丝才能让他在这乱世里感到一丝安稳。与此同时，西德正狼狈地穿梭在树林里，他满脑子都是怨恨，觉得是那些人毁了自己的前途，甚至还做梦以后要回来报仇。可他还没跑出多远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就从暗处传来：你这是打算去哪？西德猛地停下脚步，发现诺克早就带着人堵住了去路。看着这个临阵脱逃的怂包，诺克语气里满是不屑：你这蠢货，难道是打算弃城逃跑吗？诺克轻飘飘地扔出一枚重磅炸弹，那些怪物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了。西德听完当场就愣住了，拼命反驳说：这绝对不可能。丽卡直接站出来补了一刀：没错，这座差点被你害死的城市已经被诺克他们救下来了。原来西德为了自己能顺利逃命，不惜坑杀所有挡路的人，甚至想拉着全城的人一起陪葬，这种行径简直让人不齿。诺克看着眼前这个所谓的顶级英雄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这就是传说中的 SSS 级前辈吗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西德彻底陷入了疯狂，他把所有的错都推到诺克身上，觉得要是诺克从没出现过，他就还是那个受人敬仰的英雄。诺克已经彻底听烦了，这种人渣根本不配活在世上。他随手凝聚起暗影力量，打算直接送这家伙上路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赫尔加突然拦住了他，他说这人交给他来处理。诺克收起力量退到一边，看来这小姑娘也憋了一肚子火。西德一看对手换成了个小屁孩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觉得诺克肯定是疯了，居然派个孩子出来送死，这简直是老天爷给他的逃跑机会。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觉得自己赢定了。可赫尔加却异常冷静，提起了刚才的问题：勇气和鲁莽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既然没把话说完，那就由他来揭晓最后的答案。所谓鲁莽，就是根本看不清对手的实力，就敢不知死活地冲上来。随着舌尖上的咒印亮起，原本可爱的外表彻底崩塌，滚烫的火焰冲天而起。这哪里是什么柔弱的小女孩，分明是来自深渊的顶级掠食者。西德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眼中的逃生机会其实是通往地狱的单程票。当这头遮天蔽日的火龙现身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这就是惹怒诺克同伴的代价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鲁莽，指的就是你这种蠢货。西德手里的武器直接掉在地上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挣扎都成了笑话。西德歇斯底里的大喊：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赫尔加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：怪物。这可不是什么没脑子的野兽，他是龙族之首，更是魔王麾下的第3军团长。赫尔加俯视着眼前的蝼蚁，把这个名字刻进灵魂里吧。西德最后的求救声被彻底淹没在黑暗里，带着他的野心去的狱吧。诺克随手编了个谎话，说英雄死于意外的怪物袭击，全镇的人竟然全都信了。就在大家忙着哀悼的时候，他已经悄悄换了赛道，直接从精神上控制了市长。现在这里已经完全成了他的地盘，这才是真正的只手遮天。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恐怖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？一行人来到了魔王城的废墟，这里曾经是权力的中心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。随着巨大的水晶轰然碎裂，魔王麾下的第4军团长现身了。黑骑士莉安娜正式归队。本以为又是个长相狰狞的怪物，可看清对方的长相后，丽卡彻底傻眼了。在这个怪物横行的军团里，
这位顶级战力居然长了一张人类的脸，别被他那张人类的脸给骗了，这股气场绝对是顶级战力。莉安娜直接单膝跪地，向他的王献上最深的敬意。陛下，我回来的太晚了，请您降罪。诺克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反而觉得是自己亏欠了部下。他看着这位曾经的战友，问他愿不愿意再次并肩作战。对莉安娜来说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，只要王还需要他，他就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莉安娜刚归位，就开始清算诺克身边的人，她盯着丽卡，问要不要直接解决掉。丽卡魂都快吓飞了，怎么刚出狼窝又入虎口？还没等诺克发话，伊莎贝尔急匆匆赶来，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。原本该按时联络的露娜，现在彻底失踪了，发出去的消息全都没有回应。在这个节骨眼上断了联系，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。露娜最后出现的位置确定了，就在地图上这块区域，但这地方可不简单，是一处被彻底封锁的禁区。整座城市都被强力结界笼罩，里面全是异界跑出来的怪物，普通猎人进去就是送死。甚至有传言说，那个臭名昭著的迷宫教团已经把这儿当成了大本营，又是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。诺克没有任何犹豫，既然知道了人在哪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全员听令，现在就杀进禁区。诺克决定立刻动身，他先点了伊莎贝尔的名，作为最信任的部下，他自然是二话不说直接领命。刚复活的莉安娜也坐不住了，她主动请缨，想要随行。虽然诺克担心她身体还没恢复，但看他态度这么坚决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眼看主力部队都要走，丽卡有点慌了，赶紧问自己该怎么办。毕竟在这魔王城里，没个靠山他可活不下去。诺克这次没打算带上他，而是把他交给了莉莉丝照顾，让他趁这段时间好好了解一下这里的规矩。莉莉丝可不是好惹的，她一把搂住丽卡，看来接下来的日子，她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精彩。这就是传闻中的禁区。诺克对眼前的蓝色结界嗤之以鼻，这种烂大街的防御魔法，连破坏的必要都没有。他像散步一样直接穿了过去，本以为这地方不过如此，可刚踏进城内，气氛瞬间就变了。伊莎贝尔突然觉得身体沉得要命，每走一步都像在泥潭里挣扎。莉安娜也察觉到了异样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结界，连诺克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看来他们都低估了这里的危险，难怪一进城就觉得不对劲。诺克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原来是魔力干扰器。这玩意专门用来抑制魔力，难怪连他都会感到吃力。看来敌人早就设好了陷阱，就等着他们往里。既然找到了藏身之处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。3000年前害我们惨败的罪魁祸首终于露面了，原来这玩意一直藏在暗处。诺克发现他的压制力大不如前，虽然有点麻烦，但还不至于让他束手无策。他打算直接把这东西彻底毁掉，哪怕前面全是陷阱，他也必须得去救露娜了。诺克在同伴身上留了一道保险，这是个紧急传送阵，万一谁受了重伤，阵法会自动把人送回魔王城。有了这层保障，大家心里总算踏实了不少。既然退路已经找好，那就该出发去解决麻烦了。可另一边的情况却不太妙，露娜刚恢复意识，就发现自己被一群神秘人包围了。她现在到底在哪？露娜这回是真的栽了，她被这群白袍人盯上，全是因为身上那股强大的魔力，正好能给他们的仪式当祭品。那个蒙着眼的女人笑得极其阴险，她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随着那只巨大的眼球睁开，诺克提到的那扇门终于现世了。原来这帮家伙就是迷宫教团，他们想利用露娜彻底打开通道。眼看诡异的力量已经开始蔓延，这下情况彻底失控了。祭司笑得越来越疯狂，他甚至想把露娜彻底变成自己的一部分。就在这最要命的关头，救兵终于到了。诺克带着人直接堵在了洞口，他可没兴趣听这疯女人的告白。莉安娜更是二话不说直接拔剑，命令对方立刻放人。露娜总算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可诺克心里清楚，眼前的敌人绝没那么好对付。他让莉安娜他们赶紧带人先走。露娜现在满脑子都是自责，她觉得是自己魔力太弱才会被抓，甚至想让大家放弃她。可莉安娜根本不听这些丧气话，她挥剑斩断了围上来的教徒。对她来说，露娜可不只是同伴那么简单。当初莉安那还是个人类的时候，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集体，是露娜第一个站出来接纳了她。这份恩情，她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骑士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，更不会丢下救命恩人不管，哪怕是豁出这条命，他也要把露娜平平安安地带回去。这疯女人眼看之前的招数没用，直接骂了一句废物。紧接着，她竟然从传送门里拽出了个更恐怖的玩意，这只巨大的独眼怪物，魔力比刚才那个强了不止1倍。诺克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，这回恐怕得动真格的了。他让莉安娜别管这边，专心去把露娜救出来。至于这个大家伙，他打算一个人留下来解决。莉安娜也是个明白人，二话不说直接绕过战场，冲向后方。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只要诺克能拖住这怪物，救人就还有希望。莉安娜本来是想冲过去救人，结果反倒被那些恶心的触手给缠住了。这疯女人不仅没打算放手，竟然还说她看起来很好吃。诺克这边也被成群的怪物给拖住了，敌人数量实在太多，他根本没办法立刻赶过去救人。眼看局势就要彻底失控，关键时刻，伊莎贝尔总算赶了过来。他不仅解决了那些麻烦的干扰，还带回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那个该死的装置已经被他彻底毁掉了，幕后黑手还在那儿得意，开始盘算要怎么把他们一起吃掉。既然这疯女人说饿了，那诺克可不打算让她空着肚子回去。他手里的能量刃已经彻底爆发，看来诺克这回是真的火了。他要让对方明白，随便动他的人到底是什么后果。既然你这么想吃东西，那就让你一次性吃个够。
只不过这顿大餐的名字叫做恐惧。祭司敏锐地察觉到，眼前这几个人绝不是普通的魔族，他的语气瞬间变得冰冷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诺克终于不再隐藏，他当众宣布了自己的名号，要在今晚彻底终结这一切，因为他就是真正的魔王。可对方听到这话，却露出了极其轻蔑的表情。一个魔族竟然也敢自称为王，在他眼里，这简直就是个笑话。面对潮水般的围攻，莉安娜表现得异常冷静，她让露娜先退后休息，又安排伊莎贝尔去清理杂兵。至于那个最难搞的头目，他决定要亲自动手。看到他这么自信，祭司笑得更开心了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诺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地方果然藏着麻烦的陷阱。莉安娜在敌阵中横冲直撞，眼看就要杀向目标，一颗子弹却突然擦着头皮飞过。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热武器？他猛地抬头一看，真正的威胁正躲在暗处瞄准。这种怪物最阴险的地方，就是能模仿各种致命的武器，只要被他们抓住了窍门，局面就会瞬间失控。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其中一只怪物竟然变成了猎枪。他嘲讽地看着莉安娜，想看看冷兵器在子弹面前到底有多脆弱。莉安娜根本来不及躲闪，就被密集的火力正面击中，她重重地倒在地上，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。两个白袍人冷漠地打量着莉安娜，确认她还有一口气，正打算在这儿找点乐子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道绿色的剑气直接贯穿。莉安娜此时的状态非常诡异，她看折倒下的对手满脸不屑，甚至嘲讽对方死得太快，还需要回去多练练。诺克却在这时揭开了真相，原来莉安娜根本不是什么剑士，她真正的职业是死灵法师。随着咒语落下，整片大地瞬间变成了巨大的坟场，无数尸体从黑暗中爬了出来，这里已经变成了活人的禁区。这就是死灵魔法的恐怖之处，那些死去的白袍人全都站了起来，变成了只听命于莉安内的傀儡。他冷冷地吐出几个字：去吧，把他们全部撕碎。战场瞬间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，这些不死军团根本不知道疲倦，更不会感到恐惧。白袍人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最后竟然会死在同伴手里。看到局势已经彻底反转，诺克也终于打算亲自下场了。他慢悠悠地走到祭司面前，问他是不是也该开始了。对方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气得不轻，他不耐烦地甩动着身后的触手。看来这场真正的对决，谁也躲不掉了。看着自己的部下被触手贯穿，这个女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诺克故意问他：“那不是你最看重的亲信吗？”没想到对方笑得非常猖狂，在他眼里，部下不过是随处可见的杂草，死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很快就会有新的长出来。洛克听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真可怜啊！”杂草最悲哀的地方，就是永远意识不到自己也会像杂草一样被随手清理。他看着孤立无援的女人，语气里全是嘲讽，孤零零地站在这，真是一棵难看的杂草。这话显然戳到了对方的痛处，原本得意的笑容瞬间消失。看来诺克这几句话比直接动手还要杀人诛心。这个女人以为自己赢定了，几根触手直接贯穿了诺克的身体，看着他重重地倒在地上，他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，可他根本没注意到被贯穿的诺克竟然还在笑，这点伤对他来说不过是反击开始的信号。一股恐怖的能量瞬间爆发，巨大的暗影之手凭空出现，像拍苍蝇一样，直接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按进了地里。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杂草，现在只能狼狈地趴在坑里动弹不得。看来他还是太低估了诺克到底有多记仇。诺克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，语气轻佻地问他：“这是打算去哪呀？”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对方，毕竟之前早就打过招呼，要请他吃一顿名为恐惧的大餐。诺克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疯狂，他压低声音提醒了一句：“别急着绝望，刚才那些要命的攻击，其实才只是开胃菜而已。”祭司心里很清楚，再这么耗下去命就没了，必须得想个办法脱身。诺克居高临下地盯着他，问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祭司赶紧放低姿态求饶，说只要能活命，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真的什么都行吗？诺克早就发现了他的小动作，那些藏在背后的触手，难道也是送给他的礼物？这下偷袭彻底穿帮了。诺克一把拽住那条偷袭的触手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。他说撒谎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还没等祭司反应过来，就被像垃圾一样甩了出去。他现在满脑子只想赶紧逃命，可刚跑没2步就撞到了人。他大声吼着让对方滚开，结果抬头一看，竟然是伊莎贝尔。这下真的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。伊莎贝尔根本没打算放过他，直接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抓了起来。诺克看着被拎回来的祭司，笑着说：“你可算回来了。”伊莎贝尔汇报了任务进展，虽然没找到水晶，但抓到了这个想逃跑的俘虏。诺克表现得很满意，把他交给伊莎贝尔随便折磨，一定要把有用的情报全挖出来。祭司这回是真的踢到铁板了。伊莎贝尔已经等不及了，他一脸兴奋地招手，让祭司乖乖过来受刑。这语气听着就像在叫好朋友。祭司吓得魂都没了，拼命挣扎着想要逃跑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所有的求饶都显得那么无力。他就这么被硬生生地拖了过去。诺克给了他一个所谓的忠告，他说只要老实交代，就能让你死得快一点。这哪是建议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。露娜正莉安娜死死抱住他，一脸感激地谢对方救命。这打闹的劲头还没过去，诺克就冷不丁地叫了声伊莎贝尔。伊莎贝尔从阴影里走了出来，手里还带着审讯后的血迹。他说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地上那些残骸足以证明刚才的手段有多狠。诺克关心的只有结果，伊莎贝尔也没卖关子，直接交代了水晶的下落，就在第5圣城巴比伦。这个迷宫教团的底细比预想中要深得多，他们的势力早
早就遍布大陆，甚至把老巢直接安在了圣城。这种灯下黑的手段确实高明。教团内部等级森严，核心秘密只有高层才知道。诺克之前派了人去摸底，结果整整1个月都没消息，这帮家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莉莉丝看着修缮一新的宫殿，感叹工程进度比预想快不少。诺克只是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，虽然家里安稳了，但外面的暗流已经涌到了脚边，接下来的每一步恐怕都要走得如履薄冰了。为了躲开人类的视线，诺克在周围布下了强力结界，现在这地方在外面看来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莉莉丝的营救计划也很顺利，那些被关押的同胞正陆续脱困，已经有500多人安全抵达。这不仅仅是数字，更是魔族复兴的火种。眼看城堡快要挤不下了，诺克决定干脆玩个大的，他要在周围建起一座城市，让这里变成真正的乐土。交代完这些，诺克还不忘让莉莉丝去休息。虽然他看起来总是冷冰冰的，但对自家人的关心从没少过。推开这扇大门，更大的计划已经在路上了。诺克本想回房间清静一下，结果莉莉丝一直紧跟在后头。他特意提醒这可是私人卧室，对方却笑着说自己当然知道。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，莉莉丝直接凑到了跟前，话里话外都在疯狂暗示，眼看这火就要烧起来了。结果关键时刻，外面传来了杀风景的呼喊声，说是已经找到了那个东西。这下好了，刚燃起的一点火苗，直接被这盆冷水给浇灭了。露娜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说是有人在暗中议论巴比伦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透着不祥。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片区域最大的贸易港口里瓦斯塔，放眼望去全是商船和财富，看起来一片繁荣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平静的海面下，竟然藏着一个疯狂的计划。那些家伙打算放一把火，把这整座城市都烧成灰烬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丽卡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，开口就问瑞瓦斯塔是不是出事了。诺克没有隐瞒，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丽卡听到后半天说不出话。教团的据点就在圣城巴比伦附近。诺克盯着地图，那些疯子正计划把整座城彻底毁掉。丽卡请求诺克带他一起走。面对诺克的质疑，他终于说出了非去不可的理由，因为那里就是他的家乡，那里承载了他太多的回忆。丽卡几乎是在哀求，因为那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地方。可诺克却干脆地回绝了他，这让丽卡一下子没接住话。难道他真的打算见死不救？直到那只手稳稳地落在他肩上，诺克的语气变得异常坚定，他承诺绝不会让悲剧发生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诺克带上莉莉丝正式出发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开始。莉莉丝显然对诺克的做法有意见，她觉得诺克对丽卡实在太温柔了，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两人很快来到了贸易之都瑞瓦斯塔，看着眼前热闹的街道，莉莉丝感叹这里确实变了不少，但在他眼里，这些不断繁衍的人类跟害虫没什么区别。诺克只能提醒他先冷静一点。经过一番调查，诺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距离他们被封印竟然已经过去了3000年。可即便过了这么久，他觉得人类的进步实在太慢了，这3000年的时光仿佛白费了一样。诺克收到了露娜带回的情报，城里的局势已经到了爆发边缘，到处都潜伏着教团的疯子，他们计划召唤异界怪物，把整座城的居民都变成祭品，以此来彻底打开传送大门。虽然知道了计划，但对方的老巢依然是个谜，这让接下来的行动变得很被动。莉莉丝提议让露娜帮忙，直接用手段强行提取情报。诺克觉得这确实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，一场肮脏的背叛正在上演。男人为了赏金，把女孩带进了死胡同，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拿到的这笔钱恐怕根本没命去花。男人还以为自己这下发财了，结果等来的不是赏金，而是尖刀。教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活口，在这些疯子眼里，为了钱出卖灵魂的人最可怜，处理掉他就像随手扔掉一件垃圾。清理完碍事的杂鱼，他们立刻包围了路边的马车。就在这群人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一支发光的冷箭直接贯穿了脑袋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时候竟然还有黄雀在后。这突如其来的反击，直接把教团的计划给打乱了。这群白袍人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下一秒就被当场炸飞。这种威力的箭矢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射出来的，教团的人一下子全乱了阵脚。露娜此时正稳稳地站在高处，作为消失已久的精灵族，她的出现让这群疯子彻底傻了眼。她笑着调侃自己太久没动手，看来这3000年的沉睡并没有让她的剑术退步半分。教团的这帮杂鱼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。白袍人还没从刚才的箭雨里回过神，诺克就已经带着人堵住了他的去路。这下他是彻底没地方跑了。面对对方的质问，诺克表现得像个热心市民，甚至还一脸轻松地打听起路来。他开口就问第5圣城巴比伦在哪？这话听者像是在闲聊，实际上却直接戳中了对方的死穴。白袍人显然没料到会被人找上门，更没想到对方连这种机密都知道，他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。还没等诺克继续追问，这家伙就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。看来这些疯子早就准备好了毒药，宁死也不肯透露半点消息。这种狂热的对手最难对付，线索这下算是彻底断了。马车里传出一个试探的声音，对方想确认是不是诺克救了他。诺克倒是回答的挺干脆，毕竟救人只是顺手的事。车门缓缓打开，克莱尔显然没被刚才的场面吓到，可他接下来的反应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他居然直接把诺克当成了真命天子，这种突如其来的表白让莉莉丝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看来诺克身边的麻烦女人又要再加一个了。莉莉丝显然对克莱尔
充满敌意，甚至提议要赶紧把他解决掉。诺克倒是看得很开，觉得自家队伍里的莉莉丝也没好到哪去，这下两个女人差点当场吵起来。诺克赶紧出面打圆场，他随便编了个新禁猎人的身份，想看看这位大小姐到底什么来头。对方倒是一点没打算隐瞒，克莱尔优雅的行了个礼，直接亮出了自己第一王女的身份，而且他现在正处于被暗杀的逃亡路上，救下这样一个烫手山芋，诺克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是清静不了了。统治这片土地的王国，虽然历史不算太久，地位却稳坐7大贵族之首，而诺克救下的这个麻烦，竟然是王国的长工主克莱尔，这身份可真是一点都不简单。面对诺克的质问，克莱尔大方承认了自己确实正处于危险之中，刚才那群白袍人已经为了抓他出动过无数次，看来这回是真的捅了马蜂窝。为了保住女儿的命，国王原本秘密安排了马车，想把克莱尔送去远方的宫殿避难。可诺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那个马夫恐怕早就叛变了，这逃亡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。虽然还不清楚教团盯上他的目的，但诺克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个公主是找到巴比伦的关键。既然对方现在对他这么信任，那这种送上门的好机会，他可绝对不会放过。诺克顺势摆出一副恭敬的样子，开口向这位长公主提出了请求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喊声，难道那些白袍人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？诺克这胆子也是没谁了，直接换上行头，冒充马夫。面对白袍人的盘问，他张口就来说要把公主送到巴比伦入口。这几个守卫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敢多想，还以为是上头临时改了主意，竟然就这么把路给让开了。大门在马车面前缓缓开启，守卫还特意交代，只要把人送到前面就能领赏。可听这语气，前面的赏赐恐怕是个要命的陷阱。顺着阴暗的通道一路向下，四周除了水声什么也听不见。他们正一步步深入那个传说中的禁地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莉莉丝和露娜都换上了女仆装。虽然这身打扮让莉莉丝很不自在，但露娜倒是挺乐在其中，甚至还入戏太深地缠住了诺克。诺克赶紧把这粘人的家伙推开，提醒他现在的身份可是女仆。玩笑归玩笑，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谁能想到在繁华的城市下方，竟然隐藏着规模如此惊人的秘密设施？难怪之前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原来这地方被设下了隐藏结界。诺克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奥秘，既然已经潜入到了这里，那就没必要再客气了。露娜身手极快，还没等那两个守卫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他彻底放倒。看着到地不起的守卫，诺克果断下达了指令，所有人立刻分头行动，必须尽快找到那颗水晶。莉莉丝和露那点头示意，在这危机四伏的地底深处，真正的较量现在才要开始。诺克叮嘱克莱尔要跟紧自己，可这位公主殿下却一点也不紧张，反而笑着让他直接叫自己的名字。这突如其来的亲近，让一向冷静的诺克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两人继续深入这片地下空间，眼前的景象远比想象中要宏大得多。诺克敏锐地察觉到，这里竟然运用了极其罕见的空间魔法，看来这帮家伙的来头比预想的还要麻烦。就在诺克还在分析敌人的底细时，死神却已经悄然逼近，一道紫色的利刃毫无征兆地破空而出，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，鲜血溅了一地。谁也没想到，原本顺利的潜入竟然会发生这种意外。诺克彻底倒在了血泊里，任凭克莱尔怎么呼唤，他都没有任何回应。还没等克莱尔缓过神，黑暗中伸出的诡异触手就一下子把他死死缠住。那些躲在暗处的白袍人终于现身，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趁乱带走这位公主。看着克莱尔被怪物拖入深渊，诺克却依旧一动不动，他背后的伤口重得吓人，鲜血已经染红了大片地面。克莱尔被带到了首领吉莫面前，看折倒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的公主，吉莫显得非常得意，因为只要抓住了这个关键的祭品，他筹划已久的阴谋就彻底完成了。这个怪物根本没打算留下活口，无数长满眼睛的触手死死缠住了克莱尔，他要亲手取走这位公主的性命。克莱尔痛苦地挣扎着，却根本无法挣脱这股诡异的力量。吉莫看着眼前的少女，就像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，他能感觉到克莱尔体内潜藏着一股惊人的魔力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觉醒，但已经足够让他完成最后的蜕变。在这生死关头，诺克还没赶到，克莱尔难道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吉莫看折到手的力量，放声大笑，在他眼里，整座城市很快就会被彻底吞噬，他的野心似乎已经没人能挡住了。可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还没等吉莫反应过来，几道红色的流光就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。被打断进食的吉莫气急败坏，可当他看清来人的时候，诺克正一脸从容地站在那里，甚至还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衣领。诺克嘲讽这种粗鲁的行为简直没眼看，既然对方不懂什么叫礼仪，那他今天就打算亲自教教对方。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这块该死的水晶，当初把他们封印起来的罪魁祸首。莉莉丝盯着眼前的发光体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露娜动手吧，交给我了。露娜胸口的印记瞬间亮起，这是露内的拿手好戏，物质转移，管它是什么强力封印，现在都得乖乖听话。成了，封印水晶应声碎裂，露娜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大人物。随着碎片散落一地，出来的竟然是泽拉。他坐在地上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甚至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。可下一秒，他突然想起了最重要的事：诺克大人，我必须去保护他。别担心，莉莉丝安抚着还没回过神的泽拉。那场战斗早就结束了，现在的诺克大人正在开启一场全新的战争。泽拉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新战争？没错，露娜也从后面抱住了他。大家都要为了大人拼尽全力。既然已经苏醒，
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走吧，现在就回到诺克大人身边。白袍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明明亲手杀掉了诺克，为什么他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既然一次杀不死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即墨嘲讽诺克太天真，决定亲自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毁灭。漫天的眼球撞法球瞬间张开，密密麻麻的砸向诺克。就这，诺克单手挡下所有攻击，甚至还有心情反问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已经没招了？”这话直接让对方彻底破防。他疯狂叫嚣着自己高贵的身份，什么王国贵族，什么教团的12星将候选人，他绝不接受自己会被一个无名小卒羞辱。漫天的法球再次疯狂凝聚，这已经是他的垂死挣扎了。可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攻势，诺克只是冷淡的回了一个字：“哦。”诺克嘴上说着有点麻烦，脸上却挂着游刃有余的笑。看来这点小场面还难不倒他。另一边，莉莉丝和露娜终于传送到了大殿，本以为能直接支援诺克大人，结果这里竟然空无一人。原来整个巴比伦都是异次元空间，魔力干扰实在太严重，根本没办法精准定位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们到底该去哪找人？找到了，泽拉一眼就看到了远处的诺克。可现在的局势非常不妙，诺克大人正处于危险之中，他根本顾不上莉莉丝的劝阻，露出一副拼命的架势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必须立刻救下他。还没等莉莉丝反应过来，泽拉已经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。远处的战场早已被法球淹没，这种规模的爆炸，诺克真的能撑住吗？死到临头还在那显摆，这家伙觉得诺克已经没招了，甚至嘲讽他根本接不住这种所谓的贵族攻击。其实诺克只是觉得烦，这些眼球法球一个接一个，要是放火一把烧光倒也省事。可惜那个公主还在里面，她可是个挺好用的棋子，现在弄死实在太浪费了。既然不能直接掀桌子，那就只能陪你多玩一会儿了。听着对方得意的笑声，诺克已经想好了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这就是嘲笑我的代价。即墨疯狂叫嚣着发动了攻击，无数尖刺从天而降，要把诺克彻底贯穿。可下一秒，所有的攻击竟然瞬间崩碎。还没等这家伙反应过来，一个身影已经挡在了诺克身前，是泽拉。他死死盯着眼前的敌人，声音冷得让人脊背发凉：“你竟敢对诺克大人动手！看，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！”泽拉已经彻底暴走了，现在的他只想把一切彻底毁灭。谁也没想到，他的体内竟然还藏着这种力量。看着口中凝聚的诡异蓝光，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。泽拉这股狠劲简直没谁了，那些召唤出来的怪物连1秒钟都撑不住。这下轮到即墨傻眼了，他拼了命地召唤，却发现根本跟不上被砍的速度。诺克这时候突然现身，脸上的笑意让人脊背发凉，他显然没打算放过任何人。眼看局势彻底失控，即墨竟然想让手下当肉盾。这些守卫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谁也不想留下来送死。这下那个所谓的贵族彻底成了光杆司令。即墨还在那摆谱，诺克一句话就让他破了防。既然是贵族，不应该冲在最前面保护大家吗？即墨已经彻底疯了，只会复读那些没用的家族头衔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些虚名连张纸都不如。诺克显然已经听腻了，这种只会活在过去的人确实挺可怜的。6阶风系魔法瞬间成型，看来这场闹剧终于要画上句号了。这一招下去，那个嚣张的贵族连惨叫都省了，身体直接被切成了碎片。这种级别的魔法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挡住的。露娜他们也赶到了，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这场闹剧总算彻底收场了。泽拉这小家伙刚才还杀气腾腾的，现在一见到诺克就彻底变了样，又是抱又是问的，生怕他受了一丁点伤。诺克却表现得云淡风轻。泽拉这关心的镜头还没过去，诺克嘴上说着他太粘人，其实心里早就有了下一步计划。既然对方已经彻底溃败，诺克直接下达了死命令，让他们去彻底清理战场。这种时候的他说话可是一点余地都不留。至于那2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诺克可没打算让他们死得太痛快，既然敢动手刺杀，那就要做好被亲自招待的准备。看来接下来的审讯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克莱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开始满屋子找他的真命天子。这姑娘的心可真够大的。可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，估计整个人都要傻掉了。诺克正站在一片狼藉之中，手里那把发光的长剑还在散发着危险的气息。他倒是挺淡定，甚至还觉得让克莱尔看到这些有点不太礼貌，但这根本不是重点好吗？诺克终于不再伪装了，他当着克莱尔的面亲口承认了自己魔王的身份。诺克本以为亮出魔王身份能让这姑娘知难而退，谁知道克莱尔不仅一点不怕，反而表现得更兴奋了。他说诺克完全就是他的理想型，这脑回路简直离谱到了极点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诺克干脆把他带回了魔王城。可还没等克莱尔适应新环境，一个老熟人就跳了出来。丽卡直接看傻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见到克莱尔。原来他们以前都在同一家孤儿院，谁能想到当年的孤儿院小伙伴真实身份竟然是位公主。丽卡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。克莱尔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说自己当年是为了体察民情才特意从城堡里溜出来的，这理由听着简直像是在开玩笑。丽卡这才反应过来，当年确实闹过公主失踪的大新闻，原来那个主角就在自己身边。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，克莱尔当年竟然是一个人跑出来的，连个保镖都没带。这姑娘的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。克莱尔这逻辑也是没谁了，他说要是带了保镖，那离家出走还有什么意义？这姑娘简直比诺克想的还要疯。不过看这架势，把她带在身边确实是带对了。丽卡突然反应过来，对着诺克
就是一顿感谢。原来诺克之前不仅救了他的家乡，还顺手把那个搞事情的教团给灭了，甚至帮他们拿回了水晶。诺克表现的倒是挺淡定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顺手的事。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，诺克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对他来说，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。既然要玩大的，那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个王国的权力中心——巴尔特费尔尼卡。没过多久，一行人就来到了这座王城。看着眼前这密密麻麻的人群，莉安娜和泽拉都有点不适应。这种场面，他们以前哪见过？王室竟然和迷宫教团有勾结。克莱尔听到这消息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连马夫这种小角色都被收买了。看来这帮邪教徒渗透的比想象中还深。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水晶的下落，诺克决定先拿这帮教团开刀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顺手清理一下垃圾也不错。但莉安娜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她悄悄提醒诺克，克莱尔，这女人的反应太不正常了，明明已经知道大家是魔族，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连嫌弃的意思都没有，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诺克心里早就盘算好了，克莱尔可不只是个带路的，他那人类王室的身份，关键时刻绝对是个好用的棋子。莉安娜虽然觉得这事有点冒险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诺克看得很准。可还没等他们走多远，泽拉就突然停住了，他的耳朵捕捉到了奇怪的声音，那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哀嚎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，仿佛有无数同类正在遭受折磨。等大家顺着声音找过去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定住了，在这座看似繁华的王城底下，竟然藏着一个肮脏的奴隶市场。那些被锁链捆住的魔族，正像货物一样被随意买卖。这里的贵族根本没把魔族当人看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只是玩物。那个穿紫色礼服的女人，竟然在挑选射箭用的火把子，还抱怨上一个在聚会上弄坏了，语气平淡的就像在挑一件文具。看着眼前这荒唐的一幕，诺克低声感叹：这就是所谓的王城吗？简直比地狱还要肮脏。莉安娜看着被当成货物的同胞，气得想把这里的贵族全宰了。泽拉赶紧按住他，现在动手只会打草惊蛇，必须先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想干什么。可还没等他们商量好对策，诺克突然发现，原本跟在身后的克莱尔竟然不见了。此时台上的奴隶贩子正满脸堆笑，把不同种族的女性推到台前，底下的贵族们像看牲口一样指指点点，甚至叫嚣着要亲自验货。贩子压低了帽檐，接下来的这件商品才是今天真正的重头戏。为了讨好台下那些有钱人，奴隶贩子开始强迫女孩们展示身体，这种地方根本没有尊严可言。轮到那个紫头发的小姑娘时，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贩子见她不配合，骂骂咧咧的伸手就要硬拽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一直沉默的女孩竟然找准机会挣脱了束缚，她拼了命地跳下高台，一头扎进人群，想逃离这个地狱。贩子这下彻底急了，指着女孩逃跑的方向疯狂大叫：快抓住她，别让她跑了！紫发女孩拼命往前跑，以为跑出这里就能得救，可还没等她跑远，面前突然多了一堵人墙。挡住去路的男人穿着讲究，嘴里却说着最残忍的话。他说逃跑的奴隶必须处死，甚至还拔出了手杖里的暗箭，只想亲眼看看活人被砍倒的样子。就在剑锋落下的瞬间，失踪的克莱尔终于出现了，他大声喝止了这场暴行。克莱尔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护住那个女孩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莉安娜及时赶到，挡下了致命一剑。看着眼前这个不要命的大小姐，莉安娜的心态彻底变了。她原本并不信任克莱尔，觉得对方只是在演戏，可看到克莱尔为了救一个奴隶，竟然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，这种鲁莽又善良的行为，终于让莉安娜放下了最后的戒备。但她也担心现在的场面闹得太大，没法轻易收场。诺克倒是一脸淡定，他觉得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那就干脆把事情做绝。他缓缓摘下那副标志性的面具，周身的气场瞬间就变了。那个跳梁小丑还在大声叫嚣，质问诺克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可诺克连正眼都没瞧他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：闭嘴吧，垃圾！诺克这人能动手就绝不吵吵，抬手就是一记紫色的流光。刚才这变态不是想看人被砍吗？现在诺克直接让他亲身体验一下。看着对方倒在地上，诺克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种血腥场面，那就让你自己当一回主角。为了防止这群人渣逃跑，诺克顺手布下了强力结界，今天这里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莉安娜和泽拉，直接下达了最后的清场命令：动手吧！整座罪恶的建筑在轰鸣中崩塌。泽拉赶紧跑来向诺克汇报，说所有被关押的人类都已经救出来了。可泽拉心里还是憋着一肚子火，他气冲冲地质问诺克，为什么要放过那些参与买卖的人渣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，简直太便宜了。诺克听完只是微微一笑，他解释说当时那种情况没得选，但他可没打算让这群人好过。就在刚才，他已经对在场的所有人施加了精神控制，现在这群家伙的脑子里全都是那个变态绅士最狰狞的样子。诺克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借口，就说那个变态突然发疯乱砍人，奴隶们趁乱全都逃跑了，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怀疑到他们头上。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一大群受害者，安置问题成了当务之急。诺克倒是安排的明明白白，直接让泽拉把人带回魔王城，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。克莱尔看着这些死里逃生的女孩，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面对那声怯生生的谢谢，他反而觉得无地自容。在王城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，简直是皇室最大的耻辱。诺克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，那些负责看守的竟然全都是猎人，难道连猎人工会也烂透了吗？正当诺克疑惑的时候，莉安娜
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。他说自己亲眼看到工会会长正鬼鬼祟祟地跟奴隶贩子做交易，而且现场还有一群穿着白袍的神秘人。诺克一听就明白了，这帮家伙竟然是迷宫教团的人，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了，而是几大势力联手搞的阴谋。诺克转头看向克莱尔，语气变得异常冰冷。那个所谓的工会会长到底是谁？克莱尔缓缓说出了那个名字，吉尔伯特。他不只是猎人工会的最高负责人，更是这个国家公认的最强猎人。诺克带着泽拉和莉安娜直接闯进了猎人工会总部，他开门见山要见会长，结果却吃了个闭门羹。对方说没预约，根本见不到人。既然正常流程走不通，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。诺克只是随口问了一句，前台竟然就把底牌全亮了出来。原来会长已经被国王召进王宫了。既然知道了会长的下落，诺克带着人马不停蹄赶到了王宫，但这地方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。莉安娜忍不住在一旁吐槽：“咱们怎么搞得跟小偷潜入一样？”诺克心里倒是非常清楚，要是真从正门大摇大摆的进去，恐怕连大殿的边儿都摸不着，只能用这种法子先混进来再说。可这王宫大的跟迷宫一样，守卫又森严，到底去哪才能把会长给揪出来？诺克正想找克莱尔问问国王在哪，毕竟没人比他更熟悉这地方。可还没等诺克开口，泽拉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动静，这王宫深处竟然藏着秘密。本以为又是那种肮脏的奴隶买卖，可等他们看清屋里的人，事情的严重性完全超出了预料。工会会长竟然正跟国王凑在一起，商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。听这意思，他们的阴谋马上就要得逞了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和工会勾结在了一起？工会会长还在那不停地表忠心，说只要得到了12星将的认可，国王的位子就能坐得更稳。两人商量完，就直接离开了现场。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，诺克早就把这些话全听了进去。所谓的12星将，其实全都是迷宫教团的高层，这说明国王早就跟邪教勾结在了一起。诺克直接点破了这个残酷的真相，最难受的莫过于克莱尔了，毕竟那个正在密谋的男人可是他的亲生父亲。莉安娜有些担心地询问他的情况，虽然克莱尔嘴上说着没事，但这种亲人背叛的打击，换谁恐怕都受不了。克莱尔低声坦白了一件事，其实在听到工会会长的名字时，他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毕竟那个人经常在王宫出入，肯定没干什么好事。可即便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彻底傻了眼。谁能想到，堂堂王宫深处竟然藏着这种怪物，满屋子全是扭动的触手和眼球。莉安娜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，这分明就是在秘密饲养次元兽。这群人到底想把王国变成什么样？诺克看着眼前的惨状，终于明白那些怪物的饲料是什么了。这群畜生竟然在用活人喂养次元兽。几个守卫正骂骂咧咧地推搡着，把那些可怜的女孩往死路里赶。在他们眼里，这些命根本就不算人命。带头的守卫甚至还在可惜，觉得直接为了怪物有点浪费。这种话简直让人脊背发凉。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。就在这时，守卫发现了站在暗处的诺克，他们还没意识到死神已经降临，竟然还问他是不是来送饲料的。守卫还在纳闷是不是记错了时间，诺克已经冷冷地走到了跟前，直接给出了最后的答案：今天的饲料确实换了，换成了你们这2个猎人的命。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瞬间出手，这2个守卫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直接锁喉放倒。在绝对的速度面前，任何反抗都是徒劳。他们甚至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。诺克根本没打算留活口，面对守卫的叫骂，他只是顺势一个横踢，直接把人从围栏边踹了下去。这下可真是因果报应，刚才还在商量怎么喂怪物的守卫，转眼就成了次元兽嘴里的美餐。惨叫声瞬间被怪物群淹没。看着下面这堆恶心的东西，诺克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。既然真相已经大白，那就没必要再留着这些祸害了。诺克开始有条不紊地布置任务，他让同伴去清理城堡里剩下的怪物，自己则准备去处理最核心的问题。既然已经杀到了这里，就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。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克莱尔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现在带我去见那个所谓的国王。在克莱尔的带领下，他大步流星地闯入了王座大厅。这一路上再也没人敢阻拦，所有的真相和罪恶都藏在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座之后。坐在王座上的男人一脸傲慢，看着闯进来的诺克一行人，竟然还反客为主地质问起来，问他们是不是闯入王宫的恶魔。诺克冷笑一声，根本没打算跟他废话，直接当众拆穿了他的伪装。你这家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国王。既然身份被识破了，对方索性也不再演戏，他嚣张地换了个坐姿，宣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原来这家伙叫维帕德，是迷宫教团的12星将之一。维帕德让诺克把这名字刻在脑子里，接着他话锋一转，提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基地刚被人端了。他盯着诺克问：是不是你干的？诺克根本没打算藏着掖着，直接反问：是那个叫巴比伦的地方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听到这个回答，维帕德不仅没生气，反而疯狂地大笑起来。看来这下是真的彻底撕破脸了。维帕德瞬间变脸，吼着要让诺克死在这。这一剑带着漫天大火直接劈了下来。诺克赶紧让克莱尔退后，这种级别的战斗他根本插不上手，这股魔力强得离谱，简直不像人类能发出来的。难道这家伙也融合了一次元怪兽？看着又不太像。还没等诺克看清虚实，对方的火系高阶魔法已经砸到了脸上。维帕德觉得有点荒唐，堂堂恶魔竟然连魔法都不会。诺克冷冷地回了一句：这不是魔法，而是咒术。
维帕德根本不在乎这些细节，管你用的是什么，烧成灰就完事了。两人正面撞在一起，火焰和紫色能量瞬间炸开，连宫殿都快被这股力量拆了。维帕德打着打着突然收招了，嘴里还嘟囔着真麻烦。诺克看他这副样子，笑着问他是不是怕了。维帕德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说这整座城堡马上就是他的地盘了，要是现在亲手拆了，那多可惜。原来这家伙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囊中之物。话音刚落，更加恐怖的火光瞬间炸裂。维帕德决定把剩下的烂摊子全交给会长。克莱尔还没反应过来，诺克就说这家伙已经彻底疯了。只见会长全身被诡异蓝光包围，身后隐约浮现出巨大的怪物虚影，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，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走向深处。等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，竟然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在哪。还没等他看清周围的情况，一个满身是眼的红色巨兽已经张开大嘴盯上了他。会长还没来得及求救，就被那只满嘴尖牙的怪物一口吞了，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。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对付的东西。诺克一眼就认出了这玩意的来头，原来是次元兽，从黄金级到真钢级，这种中阶水准的对手，他还是第一次碰到。这怪物完全就是个拆迁办，横冲直撞，把墙壁全撞碎了。看着满地的废墟，诺克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，说要是把这儿全砸坏了多可惜。克莱尔在一旁都看傻了。诺克轻声安慰他别担心，既然他在这里，就绝不会让这怪物继续撒野。诺克看着摇摇欲坠的墙壁，问克莱尔担不担心城堡被毁掉。没想到克莱尔答应的非常干脆，让他尽管放开手脚去战斗。既然得到了许可，那诺克可就不打算再留情了。不过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并不想在普通人面前暴露身份，而是换上了一身低调的行头。此时的王宫后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巨大的红色怪物正在疯狂肆虐，无辜的平民根本无处可躲。一个女孩躲闪不及，直接被那恶心的触手卷到了半空。眼看怪物就要把猎物吞进肚子里，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。一道紫色剑光瞬间划破黑暗，那条恶心的触手直接被当场斩断。死里逃生的女孩还没反应过来，诺克已经挡在了她身前。面对女孩的询问，诺克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说自己不过是个路过的猎人。克莱尔也紧跟着赶了过来，赶紧把受惊的女孩带离了战场。现在碍事的人总算都走远了，诺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干一场。他反手握住那柄散发着紫光的长剑，看着眼前的怪物，真正的狩猎时间到了。这怪物的触手确实难缠，诺克一边闪躲一边寻找机会。虽然场面上看着有点被动，但他心里其实稳得很。现在这片战场已经不需要再演戏了，他直接解开了魔力限制，打算速战速决。不远处的树干上，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，连6阶魔法都烧不动他。这怪物的皮厚的简直不讲道理。维帕德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这可是要几十个 S 级猎人组团才能勉强对付的顶级魔物。可诺克非但没打算撤退，反而笑得更自信了。既然常规手段不管用，那就只能试试那个了。谁还没点压箱底的绝活？这种独一无二的终极魔法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。普通人一辈子只能练成一种绝活，但魔王可不一样，他跟手下那些强悍的军团长们全都有灵魂契约在身，这意味着别人的终极魔法他全都能拿来就用。火系6阶魔法刚出手，风系6阶魔法紧跟着就炸开了，两种顶级力量强行叠加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招式了，而是足以改变规则的融合魔法。这一招风域锁链砸下去，看谁还能站得住。这一招下去简直是毁天灭地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瞬间就被撕成了碎片，连渣都没剩下。诺克总算松了口气，以为这场闹剧到此为止，但他根本没察觉到树影里的维帕德正笑得意味深长。你的实力我已经看清楚了。维帕德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，随后整个人消失在夜色中。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战斗总算告一段落，泽拉和莉安娜带着幸存者赶了过来。虽然怪物都被清理干净了，但原本热闹的城堡现在冷清的有些不正常。诺克看着眼前这稀稀拉拉的队伍，怎么才剩下这么点人？泽拉解释说，大部分同胞都被转移了，看来敌人的动作比预想的还要快。还没等诺克想明白，克莱尔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虽然百姓们暂时保住了命，但他却带来一个更糟糕的消息：国王竟然不见了。能在这乱局中悄无声息直接带走一国之君的，恐怕只有那个神秘人了。还没等诺克喘口气，赫尔加就带回来一个重磅炸弹。诺克立刻赶回魔王城，发现这里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。赫尔加指着前面的房间，让诺克自己进去看个明白。推开门一看，丽卡正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，嘴里还塞着布条。伊莎贝尔说，她听到动静赶过来时，这女孩就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场被保护得很好。但这显然是有人故意留下的挑衅。诺克帮丽卡解开了绳子，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按理说她现在应该跟着莉莉丝才对。丽卡委屈的应了一声。根据她的回忆，露娜当时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，跟莉莉丝说了几句话后，两人的神色立刻就变了。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安顿好丽卡，就直接发动传送阵离开了。诺克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追问他们到底聊了什么。丽卡回忆说，好像提到了教团和猎人正在联手，而且有大量的魔族同胞被抓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诺克陷入了沉思。如果真的是为了救同胞才离开，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。看来维帕德那家伙就躲在大本营里。丽卡接着说出了更惊人的内幕：莉莉丝和露娜这次离开，竟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只要能把水晶夺回来，他们甚至打算牺牲自己的性命。
诺克听完冷哼一声，这两个笨女人果然还是老样子，没经过主人的允许就想去送死，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允许发生。诺克已经想好了，等把他们抓回来以后，必须得好好惩罚一下才行。对方虽然切断了所有通讯，但位置已经提前锁定了。诺克指着地图上的坐标，克莱尔解释说那是1000年前的旧王都，现在只剩下一片荒凉的废墟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诺克当场拍板，立刻动身去把露娜他们救回来。没过多久，一行人就赶到了这片旧王都。表面上看这里确实没什么特别的，但真正的危险往往就藏在平静之下。诺克一眼就看穿了这里的伪装，他随手一指，眼前的空间竟然像镜子一样碎掉了。谁能想到这废墟之下竟然藏着一个庞然大物？克莱尔简直不敢相信，这规模比之前毁掉的巴比伦还要大。看来之前那些都只是幌子，这里才是对方真正的老巢。还没等他们进去，一个女孩就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，她整个人都被吓破了胆。诺克看着她这副样子，心里已经猜到这些被抓来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女孩一开口就急着确认：“你们是不是他们的帮手？”泽拉立刻反应过来，他说的肯定就是失踪的那2个伙伴。原来他们为了救出更多人，已经孤身闯进基地最深处了。诺克听完心里总算有了底，看来这次确实没找错地方。他转头吩咐伊莎贝尔守好这个出口，接应所有逃出来的幸存者。至于里面的烂摊子，就交给他亲手去收拾。诺克带队正式潜入基地内部，准备去寻找失踪的同伴。克莱尔忍不住开口问：“既然莉安娜那么担心，为什么不带她一起来？”诺克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往事。莉安娜曾经也是个人类，她死过一次，才靠着黑暗力量活了下来。对她这种半人半魔的存在来说，这里的惨状简直就是地狱。诺克不想让她再经历这种痛苦，既然能避开这片地狱，那就让她留在阳光下吧。克莱尔觉得诺克其实挺温柔的，诺克却没领这份情。对他来说，这里对克莱尔同样是地狱，但他还是狠下心把他带了进来。而此时的基地深处简直就是人间炼狱，这帮家伙完全丧失了人性，竟然嫌弃手里的猎物死得太快，还想找个更耐折腾的来玩。就在他们到处找人的时候，一个恐怖的身影已经站到了身后。既然你们想找个硬骨头，那诺克这块铁板你们恐怕是踢不动了。这俩守卫被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诺克是哪来的生面孔。诺克倒是一点不慌，甚至还很有礼貌地道了个歉。他顺着刚才的话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刚才不是说想要个耐折腾的吗？”守卫还没意识到死神已经到了跟前，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是。既然你们这么有自信，诺克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了。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炸裂，到底谁才是那个会被折腾死的人？现在该换这帮家伙来体验一下了。无数锋刃像绞肉机一样扫过，这帮守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被彻底撕碎了。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诺克眼里全是厌恶。守卫临死前还想问个明白，问他们到底是谁。诺克连正眼都没瞧他，对付这种人渣，连名字都不屑留下。克莱尔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镇住了，这哪里是基地，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是被折磨的痕迹。他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了，可诺克却冷冰冰地告诉他，对你来说，地狱才刚刚开始。话音刚落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，竟然是克莱尔的父亲。这位国王陛下看到女儿，不但没有半点惊喜，反而一脸不可思议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这？你不是已经被当成祭品，献祭给巴比伦了吗？”亲生父亲竟然亲手把女儿推向深渊，这种背叛比眼前的炼狱还要让人绝望。诺克早就看穿了，敢对公主下手，这胆子确实不小。但如果幕后黑手就是国王本人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为了所谓的教团信仰，亲手把女儿卖了，甚至让整个国家跟着遭殃。诺克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国王却像疯了一样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民的幸福，只要那个大门开启，所有人都能得到解脱。这种扭曲的逻辑简直不可理喻。诺克转过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：“接下来就看这位公主殿下要怎么选了。”他最后的机会留给了克莱尔，看他要如何面对这片亲手被父亲打造出来的地狱。泽拉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就是国王本人。诺克揭开了最黑暗的真相：猎人公会、迷宫教团还有王室，这3方势力早就勾结在了一起。他们不仅在做恶魔奴隶生意，甚至还在全国各地举行祭祀，就为了强行打开传送门。因为那些异次元怪兽天生就会被强大的魔力吸引，这意味着整个国家都成了他们的祭坛。为了让更多怪兽降临，迷宫教团一直在疯狂扩张传送门，而他们需要的祭品就是那些拥有强大魔力的人类和魔族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深陷邪教，甚至亲手把自己的领土变成了异次元怪兽的食堂。诺克把这血淋淋的真相直接甩在了克莱尔面前。面对亲生父亲犯下的滔天罪行，这位养尊处优的公主到底该如何自处？按照常理来说，她现在应该崩溃大哭，或者是愤怒的发疯，可接下来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她竟然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父亲，那个已经沦为国家诅咒的国王。诺克看折倒下的国王，语气里没有一丝同情，这种堕落的统治者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。克莱尔任由血迹溅在脸上，眼神里再也没有了犹豫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这个国家的新王。他放下了所有皇室的骄傲，以统治者的身份向诺克低头，请你救救这个国家。诺克最后一次发出警告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可是魔王，救这个国家意味着你要付出代价。可克莱尔根本不在乎，既然我是这里的统治者，那我就把整个国家都献给你。这种不要命的疯狂反而对透了诺克的胃口。有意思，
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既然交易已经达成，那就跟上来吧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到底会变成什么样。一个不速之客已经等候多时，维帕德正冷冷地盯着他们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。面对维帕德的挑衅，诺克根本没放在眼里。你是哪来的猴子吗？这种赤裸裸的嘲讽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维帕德并没有被激怒，反而露出一丝残忍的笑。既然你这么爱叫，那就看看等会儿你还能不能张开嘴。话音刚落，无数只巨大的眼球怪瞬间涌现，密密麻麻地包围了全场。维帕德坐在高处，俯视着一切，想活命，先从这些怪物手里活下来再说吧。看着眼前的怪物大军，诺克只是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真是麻烦。他示意泽拉他们往后退，接下来的战斗他打算一个人解决。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诺克立刻意识到，那个被封印在水晶里的强援终于彻底苏醒了。阿泽利亚扛着巨大的狼牙棒，正式重返战场。身为第7军团的军团长，他就是纯粹力量的代名词。可维帕德却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一个只长肌肉的野蛮生物，能有什么本事？这话显然踩到了雷区。阿泽利亚最讨厌别人质疑他的力量，敢小看肌肉，看来你是真的活腻了。阿泽利亚可没打算废话，他直接开启了专属魔法肌肉解放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强化，而是要把力量彻底推向极限。刚才还嚣张的眼球怪大军，在他面前简直跟纸糊的一样，仅仅一招，整个包围圈就被瞬间清空。维帕德这下总算看明白了，什么叫绝对的力量压制，在纯粹的暴力面前，那些小花招根本不够看。阿泽利亚扛着狼牙棒冷笑，现在懂了吗？肌肉才是这世界上最靠得住的力量。诺克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，这场无聊的游戏该结束了。在他眼里，维帕德的这些手段纯粹是在浪费时间。被无视的维帕德终于彻底破防，他周身燃起狂暴的火焰，发誓要亲手撕碎诺克。这种被轻视的屈辱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疯狂。可诺克连头都没回一下。你的心情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比起这些无意义的狠话，他现在更关心另一件事，他的部下们到底被带到哪去了？听到诺克还在打听部下的下落，维帕德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整个人笑得完全停不下来。原来那2个魔族女人也是你的同伴，那可真是太遗憾了，因为你等的那2个人早就已经死在了血泊里。这种打击足以让任何人崩溃，但诺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甚至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撤离。他让泽拉带人立刻离开，去救出所有被困的魔族，这里由他一个人来收场。泽拉听出了话里的死志，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但诺克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，既然对方想玩命，那就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诺克已经彻底动了杀心，他要让那个疯子付出代价，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魔族。维帕德却还在那冷嘲热讽，嘲笑诺克竟然放走了所有帮手，想玩什么1对1的英雄戏码。可诺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接无视了所有的挑衅，径直走向那片刺眼的血色。看着到在血泊里的莉莉丝和露娜，他缓缓蹲下身子，轻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。如果他们真的回不来了，今天这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维帕德还在那不停的废话，炫耀自己下手有多狠，甚至遗憾没能当着诺克的面把人杀掉。这种恶心的挑衅只换来诺克一句冰冷的垃圾，那股压迫感让维帕德整个人都定住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诺克的一个眼神吓退，但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。诺克手里燃起了紫色的火焰，对着地上的同伴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2个还打算装死到什么时候？”诺克直接划破了自己的手掌，把滚烫的鲜血滴在他们唇边，低声命令这2个家伙赶紧起来。莉莉丝和露娜并没有真的断气，他们贪婪地舔舐着魔王的血，原本致命的伤口竟然在红光中迅速愈合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告别，而是唤醒怪物的恐怖仪式。维帕德这下真的踢到硬铁板了。看着2个满血复活的魔族少女，诺克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既然你们已经吃饱喝足了，那就让那个疯子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维帕德现在彻底怀疑人生了，他明明记得自己已经把人杀透了，怎么可能一转眼就活蹦乱跳？诺克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个白痴。始祖血脉要是这么容易就被干掉，那魔族早就灭绝几百回了。这种血脉是每个种族最顶尖的存在，他们通过血之契约跟魔王绑定，从此所有人的命都连在了一起。只要魔王诺克还站在这里，他的追随者就永远不会真正死亡，这就是他统治魔界最硬的底牌。莉莉丝和露娜终于缓了过来，他们低着头向诺克道歉，毕竟让王亲自放血救人，这在魔族眼里可是失职的大罪。诺克倒是没怎么计较，丽卡觉得这种绝对的服从太不公平，万一诺克是个昏庸的暴君怎么办？莉安娜冷冷地解释道，魔族和人类的关系完全不同，这种血脉契约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永远都不可能被逆转。如果诺克真的背叛了契约，或者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烂人，那这些追随者会亲手杀了他。这种血脉链接既是保护也是诅咒，诺克每时时都走在刀尖上，只要他走错一步，迎接他的就是同伴们的利刃。莉安娜的话说得很明白，大家追随诺克可不是因为头衔，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才是大家心里唯一的王。丽卡还是理解不了这种羁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值得让这群强者如此死心塌地。诺克看穿了莉莉丝和露内的心思，知道他们拼命是为了救更多同胞，这种善良甚至让他觉得有些心疼，这也是他当初决定称王的原因。他要变强到足以守护这份温柔。但感动之余，诺克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接下来的话他们必须刻在骨子里。
诺克这番话简直霸气侧漏，他说你们的命归我管，但我的命也交给你们了，没有王的允许，谁都不准随随便便死掉。莉莉丝和露娜赶紧领命，诺克这才转过头看向维帕德，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。他说让维帕德等了这么久，现在才是真正的处决时间。这一刻的诺克才像真正的魔王。维帕德这下是真的慌了，虽然嘴上还在逞强叫嚣，但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威压，他还能撑多久？维帕德这下彻底破防了，既然怎么杀都杀不死，那就干脆把所有人都烧成灰。漫天大火瞬间把战场吞没，可诺克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连一脚都没被火星碰到。这种级别的攻击对他来说根本没用。维帕德见状直接掀了底牌，他整个人扭曲成了巨大的怪物。既然普通的火烧不死你，那就用这股禁忌的力量把你彻底抹除。诺克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身份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门主。不过跟以前见过的那些杂鱼完全不同，对方显然被激怒了，直言自己能随心所欲的变换形态。这种级别的魔力确实有点棘手。诺克直接喊出了莉莉丝和露娜的名字，让他们赶紧撤离，去跟赫尔加会合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莉莉丝显然猜到了他的意图，这是打算一个人留下来断后。诺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，他要让这个狂妄的家伙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族本色。话音刚落，维帕德就喷出了铺天盖地的烈焰，瞬间把整个空间都吞没了。面对这种毁灭性的攻击，诺克竟然一步都没有退缩。维帕德以为这把火能解决一切，还在那得意的叫嚣，结果诺克连根头发都没伤到。他甚至还有心思反问对方，难道连自己的大本营和手下都不管了吗？没想到维帕德已经彻底疯了，他根本不在乎那些手下的死活，只要能洗刷之前的耻辱，他宁愿把这里全部毁掉。在他眼里，手下不过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工具，只要他这个统治者还在，随时都能再建一个新的神殿。这种冷血的怪物，看来是真的没救了。诺克提到了莉莉丝和露内的过去，他们的家人也曾像这里的奴隶一样遭遇过非人的折磨，尤其是莉莉丝曾亲眼目睹了至亲被残害的惨状。正是因为背负着这样的血海深仇，他才绝对无法原谅眼前的这一切。谁知维帕德听完不仅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而一脸嘲讽的反问：难道还指望他会道歉吗？在他眼里，这些暴行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买卖，毕竟魅魔和暗精灵在黑市上可是抢手货，这种把践踏生命当成生意的畜生，看来是真的没救了。这家伙还在那歪理一大堆，说人类之所以需要魔族奴隶，就是为了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。就在这时，莉莉丝他们传来了撤离成功的信号，维帕德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那些废话全都是诺克为了拖延时间故意说的。现在后顾之忧已经彻底没了，诺克终于要动真格的了，这家伙的死期就在眼前。维帕德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，还在那嘲笑诺克的融合魔法，觉得区区2种法术根本伤不到他。可诺克只是露出一丝冷笑，反问他谁说融合魔法只能用2种？这话一出，维帕德瞬间就愣住了，这才是魔王真正的力量，通过融合所有追随者的特殊能力，创造出绝无仅有的复合魔法。这种招式维帕德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利安内的力量瞬间爆发，无数亡灵死死缠住了维帕德的身体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家伙，现在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。这场战斗该收场了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魔法了，而是集结了所有人的终极一击。同时操控这么多竞技力量，普通人的精神早就崩溃了。莉莉丝不得不全力出手，死死护住诺克的灵魂不被撕碎。为了彻底终结这个怪物，诺克已经赌上了自己的一切。诺克高举着那颗汇聚了所有力量的星辰，他冷冷地宣告，对方根本不配称王，在这一招面前，只有颤抖的份。诺克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他要让这个卑微的暴徒在恐惧中迎接死亡。维帕德看着头顶落下的毁灭之光，嘴里只能发出绝望的哀鸣。这就是7重复合魔法的真正威力，陨星坠落。诺克冷冷地俯视着他，你的遗言呢？真是太可悲了。曾经的骄傲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维帕德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，原本以为能掌控一切，结果却落得个灰飞烟灭。为了爬到更高的地方，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伴随着最后一声惨叫，曾经统治这里的黑暗彻底消失了。但这并不是和平的开始，因为旧的黑暗是被更恐怖的力量直接抹除的。克莱尔顺利登上了王位，她可不是什么软弱的小姑娘。那些和邪教勾结的贵族全都被一个接一个的送进了大牢，整个王国的腐朽被一扫而空。但谁能想到，这位新上任的女王竟然和魔王诺克达成了秘密协议，魔族竟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了。丽卡在日记里写满了担忧，这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，就被露娜他们强行拽走了，甚至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套上了一身女仆装。这到底是要闹哪样？还没等他从混乱中缓过神，就被带到了阴暗的地下室。诺克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，这里曾经是被封印的禁地，现在堆满了各种魔导书。诺克正带着大家伙大扫除，说是要为了以后多攒点知识。看着这一屋子的神秘古籍，丽卡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诺克还特意安慰他说，这里的书都很听话，绝对没有任何危险。可他这话才刚说完，地上的书竟然直接长出了触手，这打脸来得也太快了吧。话音刚落，丽卡就被触手直接卷到了半空。诺克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手一挥就斩断了怪物，稳稳地把丽卡接在了怀里。这种英雄救美的桥段让丽卡一下子愣住了。诺克关心地问她有没有事，丽卡只能支支吾吾地回应。
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背后就传来一阵刺骨的凉意。莉莉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身后，她凑到丽卡耳边低声警告：要是敢趁机勾引诺克大人，绝对会让他当场消失。看来在这书库里，触手怪根本不算什么，这位爱吃醋的莉莉丝才是最可怕的。丽卡一边打扫一边好奇，莉莉丝和露娜犯了错，诺克到底打算怎么惩罚他们？诺克听完却一脸为难，这事儿确实让他挺头疼，毕竟那两个家伙的性格，普通的惩罚根本没用，尤其是莉莉丝，不管怎么对他可能还觉得是在奖励自己。丽卡听完也反应过来了，那帮人确实没一个正常的。不过他马上又有了新主意，既然常规手段行不通，不如直接动用莉莉丝的灵魂支配。丽卡突然出了个损招，提议抹掉莉莉丝关于诺克的记忆，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。莉莉丝当场就彻底崩了，死死抱住诺克，怎么都不撒手，只要不让他忘记，让他干什么都行。旁边的伊莎贝尔都看傻了，头一回见莉莉丝这么失态，赫尔加也忍不住感叹：丽卡这小姑娘胆子是真肥啊！可丽卡还没得意多久，莉莉丝就直接黑化了，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生吞活剥，吓得丽卡只能疯狂道歉。看着这闹腾的一幕，诺克心里也有了新的感触，这些魔族女孩其实和人类一样，她们也会哭会笑会嫉妒，也会为了同伴拼尽全力。莉莉丝带头恭敬的行礼：诺克大人，7大军团长已经全部集结，这阵仗简直要让空气凝固。从第1军团的莉莉丝开始，露娜、阿泽利亚、莉安娜，还有伊莎贝尔、泽拉和赫尔加，这些曾经威震一方的强者，现在全都整齐的排开，只等诺克的一声令下，这股力量足以彻底改变世界。诺克看着眼前这些忠诚的部下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曾经失败过的王，今天再次把你们召集到了一起。这一次，我们绝对不会再输给任何人。整整3000年的封印，这笔账是时候该好好算算了。他要让黑暗重新笼罩大地，让那些自大的人类重新回想起被黑夜支配的恐惧。随着诺克的一声令下，这支足以毁灭世界的队伍正式踏上了征程。